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20.50，收盘价是39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4.68，最低价是在388.59。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3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也跌破了这个关键标志位394。量，当日的成交量是6342.02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那么目前股价的趋势呢，是自4月9日以来是多头趋势，那么目前股价的位置是在这样一个多头趋势的回档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的下跌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我们从分时图可以看到股价是一路的下行，那直到收盘价的时候呢，股价略微是得到了一个小幅的拉抬，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也就是收盘在390附近。那么这样的一路下跌呢，我们会看到不仅是跌破了前面我们说的关键标志位413，同时也跌破了400整数关口，还有394这个关键的标志位。那么同时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出现这样的一日反转向下或者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同时收盘价又跌破关键标志位，那都将预示着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那么我们刚刚从 MACD 这个指标说目前股价还处于一个多头趋势，但是我们从短期来看，是自5月13日来看，上方我们会看到有头低，下方呢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和之前的394出现了底低，那这样的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那么接下来股价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364，因为一旦股价继续下行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呢将会被瓦解。好，那么我们从K 线信息解读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那么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同样就是与我们之前说的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反弹的条件就是次日要高开高走，并且不能够有新低的出现，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从目前的这样一个K 线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同时这个空头趋势又被建立，所以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好，那么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414，另外一个是在410。而实际我们会看到股价收盘价是收在了391，那么我们
也就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不仅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巨大，同时呢，走势和性质也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还给了一个预测，就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会在收盘在419。好，那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讯预测的一个回顾。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这样一个其实也叫反转向下。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对于6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64。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会看到之前是有394这个位置的，而目前的这个收盘价呢，已经跌破了它，因此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标志位就是384，这是一个支撑。那么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为一个支撑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是量增，同时呢，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实体部分又包含左侧的这个红 K 的实体，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是有3根绿 K， 所以这根 K 线呢是相对于这一波涨幅，它是一个齐涨的 K 线，所以它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也就是说，如果多头还有意愿保持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这个位置一定不会被跌破。但是这个位置一旦被跌破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入到更深度的回档去测试364，而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被跌破，那么这样一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4月9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将会被彻底瓦解。好，那么接下来如果364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337，而337一旦被跌破，我们会看到上面是有新的头低的。那这个位置一旦被跌破，将会出现底低，那么新的空头趋势也将会被建立。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325。好，这是我们对日后下行的几个目标的描述，同时包括趋势的一个确定。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目前我们要调整一下目标，因为新生成这根 K 线已经确认了一个新的也就是短期的空头趋势，因此股价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在445，我们下移这个目标。很明显，要想到达这个位置，除了股价要重新站上各条均线值之外，那么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的最高将会是一个强压力，也就是在424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被站上，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去反弹，然后去测试445，因为在6月5日当日这根 K 线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所以说股价要想到达445之前，那么424将是一个强压力。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也就是在406这个位置，也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如果445被站上，那么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接下来向上的第二个目标呢，应该是453，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添加到这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继续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后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我们再来看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在417，
那在6月5日盘中啊，股价是高开盘之后便一路下行，实际上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6月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388，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一旦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会当然会有新低的出现，在这个地方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 K 线。那同时呢，我们依照以往的经验呢，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一根红 K 或者是绿 K。所以说388是我们在盘中特别要关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也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收盘价不仅跌破了前低，也跌破了各条均线值，同时也跌破了5月18日当周的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394。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在之前说过，和这根 K 线的最高453。那么这两个位置呢，将会在周 K 线图当中将会成为股价震荡横盘的一个或者说是要突破的两个位置。而在6月1日当周，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选择了向下突破。那么对于周 K 线图来说目前自4月13日以来它还是一个多头趋势，那么股价的位置呢是在多头回档中。那么当然多头回档呢，目前一个非常利空的消息就是这个收盘价跌破了20均值，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只有重新站上20均值，那么我们认为日后从周 K 线图来看，这个多头趋势呢才能够被维持，否则呢一旦一直是在20均值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下行。而继续下行现在的支撑我们会看到有这样几个，一个是364，这个我们并不陌生，是日 K 线图当中的第一个目标，还有这根 K 线的最低在348附近，其实就是350整数关口。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很明显337将会被跌破，那么这个空头趋势呢将会被建立。好，或者说是会被继续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其实目前对于周 K 线图上方是有头低的，那么下方还差低，一直就是一个空头的趋势。而这一波绿 K 呢，这是一个反弹，现在又出现了回档。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 KD 值是快线转折向下， MACD 呢也是快线转折向下，所以这些指标呢都是指向下的。好，那么对于周 K 线图呢，我们如果我们单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好，那么我们再给出周 K 线图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给出，在6月1日当周，如果收在高位会收在462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将会收在410附近，而实际我们会看到是跌破了20均值，是收在了390附近。好，那么观察位呢，我们给的是430，当周也是一直是在观察位的下方运行，所以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6月8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收在高位，将会收盘在420这个位置。
如果是收在低位呢，将会收盘在368，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周中呢，我们同样也是关注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在388，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我们会看到日后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在433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当周也是抱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的。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6月5日收盘价是在391这个地方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抢反弹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下跌呢，很有可能股价将会对于空头来说应该是不会给多头留有机会的，会继续出现深度的下跌。对，好，也就是在技术上多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现在的收盘价一直到这根 K 线的最高424，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64，也就是要瓦解这个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406，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409到410之间。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包括前高，它的范围是从420一直到424。第四个压力位是433，第五个压力位是445。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384，在这个位置。第二个支撑是364，第三个支撑是33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6月8日我们给出的预测也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2，下方最低会到达377，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2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么这样的下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 K 线，也就是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如果是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86，上方最高会到达403，收盘价会收在397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86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